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呢，超级的忙，所以也没有时间好好的想一想，应该跟你们聊什么话题。那在去年的年底呢，我放了一个视频，叫闲聊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就用相同的名字，跟大家闲聊一下吧。这个周末呢，就是中国新年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公司给所有的中国人放一天假，也就是说呢，在那一天，外国同事还是要去上班的，但是中国同事呢，中国的员工就可以在家休息一天。那我们公司大概有200多个人，然后中国人呢可能有10几个这样子。即使给我放一天假呢，我仍然很难感受到年味。年味呢，就是过年的味道，过年的气氛。也有可能这是我一个人在加拿大的缘故。那我有问过我的中国同事，他们的家人呢都在加拿大，所以他们一直保留着吃年夜饭的传统。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觉得，年味越来越淡了。在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家里的条件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过年，你能才是真正的过年。比如说，在过年每到新年呢，爸爸妈妈都会帮我买一套新衣服，然后在过年的第一天穿。在平时呢，就不太会有机会买新的衣服。然后以前呢，也是每年过年的时候，都是爸爸妈妈亲手做一大桌子的菜。而且呢，一定会有大鱼大肉，但是平时呢，就可能只有2个菜啊、3个菜这样子，而且呢，吃肉或者吃鱼的机会并不是那么的多。在以前过年的时候呢，还可以放烟花、放鞭炮，这也是在平时不会做的事情。当然啦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过年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发红包。那么在我小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亲戚朋友给我红包。虽然我的大部分的红包都是上交给我的爸爸妈妈的，不过在收到红包的时候，还是特别特别开心的。那现在为什么就没有年味了呢？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。比如说像在我家里，平时就吃得很好，我们反而呢就不太爱吃大鱼大肉了。比如说像我爸爸，他比较崇尚健康的饮食，那平时呢会以蔬菜为主。而且现在过年呢，就是爸爸妈妈也不再会自己亲手做年夜饭了，因为会觉得做年夜饭，因为有一大桌子菜嘛，那就会比较花时间花精力。所以近10年呢，在上海就非常流行去饭店吃年夜饭。虽然说饭店的年夜饭呢，可能要比自己做的更加好吃，但是呢，就会缺少一点温馨的味道。因为当自己准备年夜饭的时候呢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看我妈妈包蛋饺。其实包蛋饺也是一个技术活，那个蛋皮呢是非常容易破的。现在呢也不会为了新年特地去买新衣服了，因为平时如果你看见有喜欢的衣服，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，不会要等到新年才给自己买衣服。那长大之后呢，也没有人再会给你红包了。后来上海又开始禁止燃放烟花、燃放爆竹了，所以呢，过年就更加少了一点气氛。对了，在我小的时候呢，每到过年还特别期待走亲戚。
走亲戚呢，就是特别是指在过年的时候去拜访亲戚，我们叫做新年走亲戚，这也算是一个民俗文化吧。在小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喜欢人多，比较喜欢热闹，每次呢都觉得跟表姐、表哥，然后表弟、表妹在一起，就觉得特别的开心。但是长大以后呢，反而就喜欢安静，就不喜欢那么多人聚在一起，而且特别是新年的时候呢，碰到那些平时不太见面的长辈，他们总是会问你你今年有没有涨工资呀？有没有交男朋友啊？什么时候结婚呢？什么时候生小孩呢？这些问题都是会让我觉得特别郁闷的。虽然说一个人在加拿大过年没有什么年味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准备给自己买一个八宝饭。八宝饭呢是上海人过年必备，就好像北方人过年一定会吃饺子一样。八宝饭顾名思义呢，就是里面会有8样东西，分别是莲子、红枣、金桔脯、桂圆肉、蜜樱桃、蜜冬瓜、薏仁米和瓜子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材料呢，还是糯米饭和豆沙。其实对于我来讲，我并不太爱那8宝，就比如说红枣、桂圆之类的。我其实只要糯米饭和豆沙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越说越饿了。今天就跟大家闲聊到这儿吧。在新的一年，大家要记得好好学习中文哦。我也会跟以前一样帮助大家学习中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大家一起努力吧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